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一个放弃修仙的废柴，但实际上，我却是一个修仙界唯一能肉身成圣的陆地神仙。只因我每天都要做1万个俯卧撑，含满1座山的柴，不累的时候，我甚至还要把江河里的水挑到隔壁海里放生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傻子一个，但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我的修炼方式与众不同。只要把天生不灭霸体脉修炼圆满，不仅肉身能同阶无敌，甚至连双眼都能练出看穿万物的善恶金瞳。东家给的6文钱呢？给你婆娘抓药去。码头这条街上6、7个没儿没女的老人，全指着他一双手吃饭。有人说他傻。人活一口气，老的干不动了，年轻的不搭把手，那还算人？青云仙宗外门弟子，每逢换季就下山采买，偶尔争几个苦力搬东西，给钱的时候少，不给的时候多。你还有你，跟我走，搬东西到北山渡口。给多少工钱？叫你去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完了，他又要闹事。谁让你踹人的？碍路了，推一下怎么了？你是他儿子，给老人道个歉。凡间蝼蚁也敢动修仙者？完了，这小子活不过今天。凡人打修士找死。修仙的了不起，欺负老人的东西，修成仙也是烂货。肉拳崩碎了炼气3层的灵盾，这不可能！住手！握住！灵脉全堵，修仙废体。身体里有什么不一样了？青云仙宗3年1度外门大选，凡灵皆可试，入选者赐修仙之资。修仙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这破规矩。汗味儿，码头腌出来的那种，洗不掉。码头上比这难听的话多了去了。搬一天货被克扣工资，工头拿烟杆敲脑壳，那才叫难受。这几个少爷的白眼儿，不疼不痒。脉窜测一摸就知根骨灵脉，好的当场被内门长老挑走。按序上前，双手贴碑，不得催促。双灵脉，中品，合格，左列候选。灵脉全堵，灵力亲和度0，废灵体淘汰。码头扛货的也来修仙，青云仙宗是收垃圾的。废体，昨天从长老嘴里听了一次，今天又一次。还不下选告示上写的什么？凡灵皆可试。我人站在这儿，你说我不配试？试别跟他废话，改下去得了。体修特例条款：肉身通过极限考核者，不论灵脉品级，皆可入门。他又用手推。合格。码头扛货的力气比你大。什么？
对劲，昨晚那块赤红古玉到底给我塞了什么东西？灵脉废体肉身特异，杂役弟子。杂役区在最北边，你住丁字院，口粮每月初一自己去库房领。干的活嘛，劈柴、挑水、清扫兽战，都是你的。哼，能进来是你命好，别以为废体你翻天。这地方比码头还破。杂役不可踏入内门区域半步，违者废修为，逐出宗门。苏晨，有人在盯着你。盯就盯吧，老子从码头一路走到这儿，什么时候怕过谁？可这地方的水比码头深多了。新来的，跟我走，先去领活。苏晨，搬灵矿清丹房废脂，给内门送杂物。行，灵矿20筐，今天你一个人搬。20筐压一个人头上，这是给我下马威。擦。过来，也给爷擦。码头上那些苦工的脸也是这样。你完了！我说，赵长老不会放过你。你先动手欺人，我还手。天经地义。送玉简的，送丹药的，是同一个人。剑修，身份不低，能提前知道赵长老的动作。帮我图什么？想不通。但东西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第一场搬运500斤灵矿，限时从场地一端搬到另一端。这他扛着不费劲，那可是500斤啊！过。第二场变药，认出15位以上即可。赤芝草、青灵叶、福脉根、断穴藤，你怎么全认的？码头上给药铺搬了3年货，前2场都是铺垫，第3场才是正菜。第3场规则临时变兵，实战对练。苏晨对战赵崇。来吧。去死！怎么可能？看到了，左肋下方，丹田护盾最薄。让我跪，你先试试趴着的滋味。你的拳法有3个破绽，再遇到筑基中期以上的对手，你会输。所以补上。进仙宗3天，满眼都是浑浊的，这是第一个干净的人，不是随便找来的，是他自己用过的。上个月的任务，灵兽谷清剿，本该3人组队。出发当天，另外2人临时接到新调调令，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头妖兽是被人故意驱赶过来的。林清寒，林家旁支的？是。你家上角宗门的灵矿份额都不够数，哪儿来的炼药资源？怎么不服气？去找你家家主说呀。哦，对，你们林家在宗门里还有家主吗？不是委屈，是怒气压得太久，身体先撑不住了。这3年里，不止一个长老找过我，
条件都一样。清寒啊，你只要承认那场比试是侥幸取胜，认周锦瑜为师兄，一切都会恢复原样。灵石洞府功法什么都不会缺你。我的剑赢得光明公大，没什么好认的。如果连自己唯一赢得干净的东西都要亲手否认，这3年吃的苦全白费了。不肯弯腰的人，我见过太少了。不是同情，同情是居高临下的东西，我没那个资格。我只是不想看到又一个不肯弯腰的人，被这座宗门的规矩碾死在最底层。单人任务，2阶，吃力但能应付。林家那丫头这次死定了。嘘，小声点。周师兄安排的灵兽谷内窝里面可不是什么2阶、3阶，3阶金宗兽，情报是周师兄亲自让人改的。任务阁那边，3阶金宗兽，情报造假，按筑基中期的修为去打3阶，去了就是死。内侧全绝，魔兔的边角，手腕上整齐的刀痕，破墙前站着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就转身走了。苏晨，你疯了！杂役私自离去是要被逐出宗门的。逐就逐，老子先去把人救回来再说。眼甲妖蟒，3阶，情报上写的明明是2阶杂兽，灵力消耗过半。之前几十剑砍在他身上，鳞片都没破开几块。他在等我跑，猎食者的本能，猎物跑了才好追。周锦瑜，好手段。还活着？你怎么来的？跑来的。被3阶妖蟒全力甩飞，身受重创，几个呼吸就复原。这不是练出来的，这是天生的。光看戏呢！他肚子底下有几块鳞片没合上，你剑够不够长？够了。那个位置在蟒身正下方，正面根本够不到，除非有人把他的攻击引到特定方向。左边。内丹，林清寒那一剑的伤口就在内丹正下方，力道往上走，能打穿。你先刺的，这算你的。你救了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少废话，你伤比我重，内丹卖了换疗伤药理，我扛揍，不需要。你明知道私自离开杂役区要被处罚，为什么还来？你帮过我，我记着。你被人坑了，我知道了就不能装不知道。没那么多为什么，看不过去就上。这种话太简单了，简单到在这座满口大道理的仙宗里格格不入。可偏偏这种简单，我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听过了。那边有个东西，先收着，回去再说。你伤的先处理。有意思，一个杂役弟子私闯禁闭，还和林家旁支勾结在一起，这2条罪名够逐出宗门了。你先跟我解释一下，情报上写的2阶妖兽谷里怎么是3阶的？一个杂役在质问我？他身后4个筑基后期，我半条命都快没了。林清寒站都站不准，硬碰找死。带回宗门，交执法堂处置。忍着。炮整以暇。从离开谷口到现在，他不光跑回来告了状，还换了衣服，泡了茶，挑了个好位置坐下，就等着我自投罗网。杂役弟子苏晨
私离杂役区，擅入灵兽谷禁区，毁坏宗门妖兽资源，3罪并罚，废去4支经脉，逐出宗门。废去经脉，比杀了还狠。刘副堂主，此人虽罪行确凿，毕竟初犯，本师兄愿意替他求个情，只要他跪下认个错，或许可以从轻发落。周师兄还帮他说话，这杂役不知好歹。是啊，认个错就完了。情报被篡改，林清寒被送去送死，好不容易活着出来，被他堵在谷口，回宗门被抓，现在让我跪下认错，杀人未遂的动手，被杀的认错，什么狗屁逻辑？你篡改玉简，连灵力痕迹都不擦，就敢坐在这儿喝茶？灵力受损的状态，徒手崩断灵力锁链。这是林清寒出任务前领取的情报玉简，上面写着灵兽谷目标1阶妖兽，谷里实际是3阶妖蟒。要么是宗门情报系统出了问题，弟子被错误情报送去赴死，要么有人故意篡改情报，借刀杀人。一个杂役的一面之词，就要给内门师兄定罪，荒唐！此事容后再议。老夫收到一份匿名线告，涉及情报阁玉简篡改案。刘副堂主不介意老夫旁听吧？自然不介意，沈长老请。情报失误是情报阁整体的责任，与我个人职守无关。你右手食指上还残留着篡改玉简时的灵力波动，纹路跟玉简上的篡改痕迹完全吻合。要不要当场比对？事实清楚，周瑾瑜篡改情报陷害同门，暂停内门权限，交回全部功勋点，禁闭3月。苏晨私离杂役区虽违规，但救助同门，事出紧急，功过相抵。林清寒灵兽谷任务评定，改为超额完成。下次想害人，先把尾巴藏干净。谢谢。你也帮了我，那份书面呈报要不是你递上去，我一张嘴说不过他，咱俩扯平。周瑾瑜背后是核心长老盛元富，今天这个处罚对他来说不痛不痒，禁闭3个月出来，他会报复。来就来，从谷里打到现在，硬挺到执法堂没倒，全凭一口气，这口气一松，就是块烂石头。不灭霸体第1重，筑谷之力完全对应。不灭霸体，6岁开蒙体内那股就被人说一直压着的削腹废物根骨奇差，可那股力量一直在，从来没消失过。全杯共9片，散落于9片，我只有第1片。经脉走向，契机路径，记住了。等等，这条路线不走灵脉，一条灵脉都不走。宗门测灵师考的是灵脉通畅度，修士炼气走的是灵脉，所有功法的资基都建在灵脉上。可这套功法，天地元气直接灌入骨骼，以骨为脉，以血肉为丹田，灵脉从头到尾就是个摆设。12年，从6岁到18岁，所有人都说我灵脉全堵，天赋废物，不是灵脉堵。是我根本就不该走灵脉。12年，够了。第1根，还有205根。这时，感觉身体的能力逐渐提高了，前所未有的感觉。进化了，整个身体都变了。这还只是第1重。这条走左边，不是右边。走右边岔气，能把自己憋死。是，苏哥。能不能摸到门槛，看你自己。功法我教了，练不练是你的事，但我就一个要求，练了就别再跪着。好大的胆子！杂役区私传来路不明的功法，扰乱宗门秩序。谁带的手？苏晨，交出功法，跪地受罚。赵长老有令，
杂役弟子无权习练宗门典籍以外的任何功法，违令者杖责100，逐出宗门。他变了，这股气不是灵力，是什么？听说了吗？杂役区那个苏晨一拳把赵虫轰飞了。筑基期的赵虫，护体灵光都没接住一下。一个杂役，一拳。不肯跪的人，不止我一个。宗门季度大比下月初1开启，杂役弟子可参与。若能在大比中证明实力，可申请转入外门甚至内门。赵长老联合2名核心长老，向宗主递交联名庭报，以杂役弟子习练来路不明功法为由，要求在大比前将你禁闭。想在大比前废了我？苏晨，大比剑，禁闭30日，即刻执行。灵兽谷一事，苏晨越权出手，扰乱宗门秩序，证据确凿，谁赞成谁反对？赵师兄，青云宗训第73条，大比前1月不得对参赛弟子施加任何形式的禁制、禁闭或灵力封印。苏晨3天前报了名，大比在即，禁闭参赛弟子不合规矩。他一个杂役弟子也配参加大比？宗规没写杂役不能参加。赵师兄要是觉得规矩不对，可以提案修改。不过那至少要等到大比之后了。好，既然要参加大比，那就在大比上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天差地别。力道涨了，第一重后期的瓶颈再松，再有3、5天。前天跟一个练气9重的对拳，他右拳还没抡圆，我已经看见灵力在他肩胛骨处拐弯，拐完拳头才会到，提前半息。够了，看得见就打得中，打得中就打得死。你那把剑换个角度砍我试试。你这个烈风式起手的时候，灵力在腕关节会停一下，实战里这个停顿够我捶你2拳。对了，就这么来。阵法纹路我改过了，看看还有没有漏洞。这儿2条纹路交叉的地方差了半分，灵力过弯会漏。没了，比昨天强多了。不是打斗损伤，是材料太差，每天拔剑收剑磨烂的。好东西全在核心弟子手里，边缘弟子能领到什么？废铜烂铁。手工差了点，凑合用。不丑。核心派系的大比布局，赵长老安排了3个人：许成、汤岩、冯修远，全是筑基中期到后期。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消耗你。怎么个消耗法？大比规则被改了，原本的分组对战换成了积分淘汰制，每人每轮都必须上场，赢一局积10分，输了扣20。连轴转，不给喘气的机会。许成和汤岩先出手，把你体力磨干净，最后冯修勇上来收人头。还有呢？赵长老本人，如果你赢了冯修远，他会以指导的名义亲自下场。好，让他们全来，一个一个打太慢，一群一群来才过瘾。这种人你拦不住，他不是不怕，是把所有能怕的东西想了一遍之后，决定不怕了。苏哥，我们上去估计撑不过3轮，就是想让他们看看，杂役不全是窝囊废。别怕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也别跪，站着挨揍也比跪着输的。什么东西？远离苏晨，家族威仪。
从觉醒精通到现在，这是第一个我看不穿的人。杂役外门混合组第1轮，苏晨对战张科，杂役弟子也能上擂台？认输吧，我不想。炼气巅峰，一拳就飞了。我认输，陈哥，陈哥！让陈滚上。苏晨对陈铎，陈铎，赵长老的亲传弟子，上次宗门演武一拳把擂台砸他一半的那个，这是明摆着要用大锤砸蚂蚁啊！赢了，筑基中期赢了。让林雨真上。他快，但他有规律。7战全胜。废体？谁说他是废体的？筑基中期都打不过他，这还叫废体？王玄霸，筑基后期对付一个炼气层次的杂役，用得着？来了个硬茬，好。这股气息和昨夜后山那缕灰雾一模一样，和那个黑衣青年身上的。这个人的灵力里藏着不属于他的东西，一模一样。到头了吧？筑基后期的力量型，这怎么打？能撑到现在已经够离谱了。不对劲，出拳频率忽快忽慢，灵力输出也在变动。这不是技巧变化，是控制力出了问题。暴走了！眼睛怎么变色了？那灰色的是什么东西？出事了！赵长老！找到了。王玄霸，你体内有人动了手脚，你的灵力不是你自己的，清醒点！刚才有人在这位师兄体内植入了异能，故意让他暴走失控，不仅要害我，也是在害他。确实有残留的意志能量，不是正统修仙界的灵力路数，阴冷侵蚀性极强。这种东西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。大比前3天，周锦瑜师兄请我喝了一壶灵茶，说是给我助力。大比结果，苏晨积分第1，获内门晋升资格。
依照宗规，苏晨以杂玉身晋升，便入内门杂物弟子序列，由赵长老门下统一管理。不要！我申请以独立修炼弟子身份留在宗门，不隶属任何长老门下。准了。我叫苏晨，以前你们叫我废体，现在你们可以叫我名字。苏晨，苏晨，苏晨！林家情报网的人查到了，幽冥道100年前被6大宗门联手剿灭，据说连根都拔干净了。他们的人出现在青云仙宗，不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周景玉，他们在谋划什么？不管谋划什么，先把眼前的事办好。经脉节点还有3处没通，每打通1处，痛感翻1倍。不灭霸体第1重后期，还差2处。没有人组织，没有人号召。苏晨只做了一件事，把别人当人看。灰色异能，每隔30秒跳1次，很稳定。脉动增强了。7天，护山大阵的运转周期也是7天，不是巧合，它跟大阵的周期有的严丝合缝。大阵维护记录有问题。近3年，11处例行检修阵法正常的批注，每一处的时间都落在7日脉动周期内。继续。我查了同期的灵石消耗账目，这11次检修，灵石消耗比正常多出3成。多出来的灵石去哪儿了？维护记录里只字未提。谁签的字？赵长老，大阵维护的审批权在他手里，23年了。赵长老。当场被我驳了面子的赵长老，给周敏瑜撑腰的赵长老，手握执法堂和大阵维护双重权力的赵长老。脉动日7天后，到时候我们下去看看。这后面有空间，3丈后的岩层后面是人工通道，入口在这里，有阵法覆盖。2层阵法。外层是护山大阵第7分支延伸，结构、用料、刻纹全对得上。单看这层就是正常的封锁阵，但里面还有一层，那层的阵法体系我不认识。凌家的符箓阵法底蕴，整个修仙界排得上号。他说不认识，就是真的不认识。引导阵，那层阵法是引导阵，功能只有一个，把外层连的灵脉灵气抽出来，往地底更深处送。灵脉的灵气。宗门灵脉，灵脉是宗门根基，有人在灵脉上放血，不是破坏，是抽取转移，这足以动摇整个青云仙宗。剑宗符，跟幽冥道那伙人一模一样。那个巡查的人，执法堂的，身上有灰色异能，跟幽冥道的特征完全吻合。赵长老管大阵维护23年，内层那个引导阵的寄生程度不是3-5年能做到的，灵力纹路已经跟外层阵法长在了一起，至少10年，甚至更久。那这样，你想找沈万军？不行，你拿什么证据去？一个独立修炼弟子和一个外门弟子，声称宗门地底有幽冥道的阵法。赵长老跟6位长老中的3位有师兄弟之行。执法堂半数执事是他亲手提拔的，沈长老一个人扛不住。他说的每一句都对，碎片化的证据在绝对权力面前一文无值。打草惊蛇的后果我们承受不起，暗处的人销毁阵法，消灭证人，反咬我们私闯禁地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连沈万军都保不住我们。继续查，查清楚灵气被送到哪里，送给什么东西。九响，上一次九响还是3年前宗主闭关。选拔3日后举行，助期期以下弟子均可报名。
赵长老的印。万皇秘境，百年难遇的天级秘境，灵草遍地，腐朽豆腐无数，一个名额就是改命的机会。太巧了，昨晚刚探查了地理暗道，今天就发万皇秘境的消息。选拔时间卡3天，是不是要趁宗门注意力全部转移的时候，在地里做什么？他在加速，那颗埋在地底的灰色心脏在加速跳动。1倍。不符合资格，修为不足，身份不符。大比第1名，筑基后期全被我打趴下，你跟我说修为不足？宗门档案标注炼气期，那你就是炼气期。大比成绩是大比成绩，选拔规则是选拔规则，两码事儿。那我现在去改档案。档案修改需要主管长老签批，赵长老这几天忙着筹备秘境事宜，没空见人。下一个，大比第1连参赛资格都没有，嘿，少一个苏晨，咱们机会多一分。赵长老布的局，每一步都踩在规矩上，挑不出毛病。发火解决不了问题，换个打法。新规是3位长老联名签发的，功勋阁只负责执行，旁支弟子参选需家族长老出具推荐函。这条规矩以前从来没有过。灵师姐觉得不合理，可以走申诉留7天，不过选拔3天后就开始，您看着办。7天申诉，3天选拔，时间差掐得精准。清寒，赵长老已传话至家族，若你执意参选，灵家仅剩的碧云矿开采权将被收回。这是我们最后的进项，你三叔一家、你堂弟的修炼资源全指望这个矿。为父不是不想支持你，实在是家族扛不起。碧云矿，10年前有7座矿，5年前剩3座，去年只剩最后1座，全家37口人的修炼资源全压在这上面。父亲的选择合情合理，一个女儿的前途和整个家族的生存，任何族长都会选后者。父亲，林家困境的根源不是我参不参选，而是我们一直在退让，退到最后连站的地方都没了。这封推荐函您不用写，我自己想办法。117次任务无一失败，功勋点累计3000。功勋阁有一条老规矩，功勋点超过3000的弟子可以个人名义直接申请宗门任何公开活动的参与资格。无需规矩太老了，老到大部分人都忘了，但它从未被废除。赵长老，你算漏了一条。新生有几个扎实的，大部分平庸。靠家族资源对到筑基期，真打起来破绽一堆。苏晨修为不足，身份不符，我也不为难各位，让你们选出来的15个人里随便挑一个跟我打。我输了，二话不说走人，从此不提秘境半个字。我赢了，给不给名额？让他打！大比冠军连参赛资格都没有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打一场怎么了？赢了给名额，天经地义。赵师兄，此子大比成绩在案，实力有目共睹，他愿意以打代选，于规矩上并无违背。选拔的本质就是择优。既然你自己要送上门来，周元，你去。听说你3拳打赢了乾坤，乾坤是个废物，你别拿打废物的经验来跟我打。乾坤好歹内门前5，这就废物了。筑基巅峰2年积累，灵力总量是前途3倍，4品灵剑加持，攻击力还得往上叠。正面硬碰不是不行，但金童给了我更好的选择。3招看路线，第4招破防，第5地下收人，请。这个距离，长剑施展不开。苏晨以特殊实力选拔获得万荒秘境参赛名额，符合个人申请参赛条件，名额同批发放。不灭霸体第2重的修炼法门，就在秘境里。周瑾瑜已到秘境外围，不是一个人，至少5名外部势力修士随行，修为最低筑基巅峰。一件是机缘，一件是杀绝，指向同一个地方。其中一人疑似幽冥道弟子。幽冥道，邪修6宗之首，100年前被正道联盟逐出中域。这种人出现在万荒秘境入口，
去还是不去？不去，不灭霸体第2重就断在这里。炼体修士没功法撑着，筑基中期就是天花板。去，周锦瑜的人已经候在外围了，5个筑基巅峰加一个幽冥道的，进了秘境，没有长老盯着，杀人灭口，连尸体都不用处理。不是选择题，是时间差。我必须比他们更快找到古战场遗墟。照常去。天宗47人，太虚门32人，万剑宗51人，核心弟子和内门精英各占一半，底层不到2成。3400功勋点不是白攒的，这个女人对情报的敏感度比我高几个量级。注意，第万剑宗第3排，左起第5个。灵力逆旋，邪修功法的典型特征。幽冥道的人已经混进来了。入秘境。灵气浓度，外界修炼1天的效率，这里半天就能达到。难怪各大宗门拼了命抢秘境名额。机缘平等，那是写给外人看的。说了几遍了，这片区域是天玄宗的势力范围，你们在这里采到的东西本来就该上交。我们先到的。你把东西还了。你哪个宗门的？知不知道我师尊是天玄宗内门？青云仙宗的哪个？不认识，但那一拳，天玄宗的灵力护盾一拳就碎了。往左3掌，绕过那块黑石。不对，这里有阵法在运转。有几10个修士被困在下面。不只是困住，这个阵法在抽取他们的灵力，慢慢抽。被困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察觉，只以为自己误入了禁制区域。赵长老那次事件里的阵法和这个完全相同，只是规模大了10倍不止。这不是临时布的，阵法嵌入深度至少在地下3丈，纹路与灵脉已经完全融合。要做到这种程度，至少金丹期以上的修士才做得到。金丹期，我现在连筑基中期都还没站稳。渡灵法阵，你认识这个？上古时代的禁术阵法体系，专门用于大规模收集生灵精华，灵力、精血、神魂全部抽干，转化为纯粹的能量。有人在用秘境里的修士当燃料。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唤醒，光柱的位置和碑片上古战场遗墟的标注完全重合。走。灵气抽空之后，那些靠环境灵气维持运功的低阶修士，正在一个接一个出问题。先救人。你是哪个宗门的？青云仙宗苏晨。能走吗？能走。跟我。灵气暴增的地方才有大机缘，边缘区域的死活没人在意。这种修为进秘境本来就是送死，但他没得选。宗门要求外门弟子必须参加历练，不去就逐出宗门。继续走，往核心区域推进，路上能救的都救。前面那条路有禁制，你们先走，替我们趟开。前辈，那条路上有人进去就没出来过，所以才让你们先走。不愿意也行。废了修为丢到妖兽区，还是乖乖走路，自己选。太虚宗9大仙宗之一，每一个拎出来都是筑基中期以上。锦袍那个筑基后期，剩下11个筑基初期到中期不等。青云仙宗哪位？
让他们走。你在跟我说话？筑基中期？你找死！给他们解围！滚！青云仙宗的苏晨，他们是苏晨和林清寒。你听说了吗？太虚宗那边放的话，说苏晨收拢散修，是在组建私人势力掠夺秘境资源，这2个人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按伤势分，重伤优先。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留？你看到我们留了什么？镇海宗、谢灵运，你做的事我都看到了。我手下有12个人，都能打，你需要帮手。你帮我护送后面的伤员。这种程度的内敛，至少金丹期，甚至更高。小伙子，老头子腿脚慢，跟着你们走安全。一个能把修为藏到这种程度的人，不可能是腿脚慢，但现在没时间深究。杜灵法阵，那些散布在秘境各处、抽取底层修士力的阵法，不是独立的，全部是这个核心阵法的功能管道。金筒第一次完全失效，那团东西内部翻涌着毁灭性的能量，形态像一只正在睁开的眼睛。周锦瑜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走。这些黑衣修士至少筑基中期，但只被安排在外围当拦路的棋子。周锦瑜的核心到底藏了什么？前面还有。献祭型唤醒阵，管道抽取的不只是天地灵气，还有人。被困在秘境各处的修士的灵力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催醒封印之下的某个存在。你看明白了，这座秘境下面封着幽冥道上古时期留下的一件至宝，我找了3年，布局3年，才走到这一步。你们以为搅了我一盘棋就赢了？那只是外面摆给人看的小棋盘，这里才是大棋盘。幽冥道秘法加持，他变强了，强得离谱。旁支弃女，被林家扫地出门的废物，也配和我动剑？你以为靠一把剑就能改命？林家不要你，青云仙宗收留你，也不过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去剑意，这丫头，你怎么可能在战斗中突破？不好！这东西一旦完全唤醒，整个秘境里的活物灵力都会被它吞干净。阵法有7个核心节点，必须同时摧毁才能彻底瓦解。我能破4个，但剩下3个在阵法深处，被能量体的威压笼罩，灵力修士根本靠不过去。灵力靠不过去，那肉身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也碎！配合
你也没拖后腿。不灭霸体第二重，铸髓淬血。此碑为9碑之2，至尊之路始于此。持碑者当知，唤醒霸体之人，亦将唤醒那些沉睡的敌意。这个符号和我血脉中苏醒的那道印记一模一样。不灭霸体的碑片出现在幽冥道的封印之地。沉睡的敌意，这不是功法，是直接拆了我的骨头重铸。上次用不灭霸松霸体硬扛阵法温压，差点把自己压成肉饼。现在至少要能扛2倍。兄，要不是你们毁了阵法，我们就是燃料。干什么？我叫陈小六，清溪门外门弟子。我们来了7个人，活下来3个。在下赤峡谷刘平，我师弟被黑衣人抓走那次，是你一剑救下来的，这个恩，赤峡谷记了。都起来，别跪，我不是来收恩的。小子，不错，老夫活了200多年。你这种年轻人不多见，拿着，以后遇到麻烦，去丹霞岭找我。老夫虽然不值几个钱，还能替你挡1、2刀。我谢家在南域还有几分薄面，你们在北域过不去的坎儿，可以找我。你们2个，以后的路不会好走。不好走？什么时候好走过？好大的阵仗，是来将迎接英雄的。苏晨、林清寒，你2人在万荒秘境中纠结散修，对抗各宗正统弟子，素意破坏上古遗迹，各宗联名问责，你们有何话说？纠结散修，对抗正统弟子，破坏遗迹，每条罪名都精准地把真相翻了个个。问责？行。那渡灵法阵呢？周瑾瑜勾结幽冥道，在秘境里设下邪阵，抽取修士灵力这事，各位长老也想一起问责一下。周瑾云之事是他个人行为，与任何宗门无关。秘境中发生的一切，已由各宗协商处理，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，4个字把所有真相一刀切断。苏晨在秘境中行为不当，严重损害宗门声誉，我提议逐出宗门，林清寒同罪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可以去申诉，但我劝你别乱说话。你杂役区那帮弟兄还想不想在宗门待下去？他不碰我，碰我身边最软的地方。我不是怕你，我只是暂时不想让无辜的人替我遭罪。但你记住，你们压下的东西，早晚有一天会自己炸出来。年轻人，少说2句。我脱离林家了，以个人名义脱离名籍，护身剑佩已经寄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消息传回去，核心派系借着林家女有损各宗颜面的由头，把林家灵矿开采权削到几乎为零。林家的困境是因为不公，不是因为我。我脱离家族，赵长老就没有理由再拿林家做文章。干净利落，把自己从棋盘上摘出来，让林家不再成为软肋。代价是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吃饱了再想事。宗门内部的情况比你想的更复杂。赵长老和圣元府最近3个月在宗门内部疯狂安插亲信，外门、内门、执法堂、丹药谷核心位置换了一大半人。灵脉地宫暗道里的灰色异能你还记得吧？不但没减弱，反而在加强。
而且波动的频率和宗门某些长老闭关的时间节点完全吻合。你的意思是，周锦云只是一颗名气，宗门内部跟幽冥道的合作可能涉及到长老级别，那些暗道里的东西不是在往外渗，是有人在往里引。宗门之乱已经不远了。有了，灰雾很淡，像是被动沾染的。他本人未必知情。不是灰潮，是微潮，这个浓度比周青云暴露时还要高出数倍。赵长老是干净的，那刘渊浑身浓郁的灰色异能，是瞒着赵长老在搞，用赵长老的拳拳当遮掩。在所有人盯着赵长老的时候，真正掺沙子的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好一招灯下黑。封印谷，封印谷，宗亲禁地，据说封着上古邪物。7条暗线持续抽取灵气，全部灌进去，和秘境里的渡灵法阵一模一样的手法。有人在养那个东西，难怪近10年灵脉灵气越来越稀薄，丹药阁产量年年下降，不是灵脉枯竭，是被人活生生抽走了。我去联络韩长老和方长老，明天紧急议事。等一下，赵长老身上没有灰色异纹，他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个。议事堂上别一棍子打死，把刘渊拎出来，让赵长老自己看。你替赵长老说话，我替真相说话。杀错人，真正的鬼反而跑了。各位请看，灵脉主脉之下7条暗阵持续抽取灵气，全部汇入封印谷。荒唐！灵脉是宗门根基，谁能在灵脉上动这种手脚？这是栽赃！传刘渊，沈师叔，这是何意？刘渊，你……赵师兄，对不起，跟了你14年，挺愉快的。幽冥道潜伏青云仙宗10余年，布下7条暗阵，持续削弱封印谷的封印。封印之中沉睡的是幽冥本源，幽冥道上古传承的原始力量。一旦封印崩溃，幽冥道残余势力足以一夜翻盘。还有谁？丹药阁2个，外门3个，执法堂1个。6个人，但我精通扫过宗门所有核心弟子和执事，沾染灰色异能的是7个，少了1个。那个人不在名单上。此等败类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最大的鬼，在带头喊捉鬼。秦墨，护法长老，入宗31年，金丹初期，所有人提起他老好。刘渊跟了赵长老14年，浑身都是灰色异能。秦墨跟了宗门31年，身上只有一丝灰雾，这说明什么？常年自我清洗。刘渊是圣心子，秦墨但他身上的灰雾太淡，只有我的金瞳看得到。一个筑基期弟子的一面之词，能扳倒一个护法长老。不能直接接。引蛇出洞，用我当饵。不灭霸体古碑的消息，秦墨不可能不感兴趣。幽冥道在封印谷布局释放幽冥本源，古碑如果和封印有关，他忍不住。风声怎么放？不用我们放，沈师叔会。另外，苏晨所得古碑似乎与封印谷的上古阵法有某种对应关系，值得研究。封印谷的封印急需加固，我愿意亲自带队前往。另外，苏晨那孩子手中的古碑若真与封印有关，不妨带上他一同参详，多一个参照总是好的。可以，上钩了。要钩这么快，说明封印谷的局势比我们想的更急，他等不了了。小心脚下，这段路不好走。封印削弱的比想象中严重。共鸣了，他体内的东西和这里的东西是同源的。
各位开始加固。你们发现的太晚了，封印已经削弱到临界点。今日之后，幽冥本源将重见天日。其实你暴露的刚刚好。引蛇出洞，沈万军，你倒是长进了。来不及了，封印崩溃只需要一炷香，你们谁拦得住我？就是那里。这丫头，不灭霸体终于又出现了。你以为你在守护什么？封印之内不过是31年。这个人在青云仙宗当了31年的好人。秦长老是个好人。这不是秦时，至少20年。他不是棋子，他是自己走过去的。31年啊！你受伤了？锁骨，说的是你。没断。我听到响了。裂了一道缝。没问题，下一个。过了，下一个。237名弟子，19名执事，7天。你跟幽冥道接触过？什么时候？放开我！你们！你身上那条灰线是你自己种上去的，不是被动的。带走。4个了，200多人里4个。最隐蔽的一个，灰色异能嵌在识海边缘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动了手脚。苏晨，赵长老今天被降了职，管理失职。圣元府的核心权力也被剥了。他们本身不是坏人吧？不是，但烂掉的木头不需要是虫子，虫子自己会找上来。想要出头吗？虫子找的不是木头，是木头烂出来的缝。这里力道轻一点，你不是在砍柴。苏师兄，你看这个。苏师兄，我们别说什么谢不谢的，谁也不欠谁。你们自己争来的东西，跪着拿和站着拿是两回事。愣着干嘛？手里的活还没干完呢。怪不得他平时那个样子，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灵矿开采权全额恢复了，旁支地位也提上去了，所有功勋最高等级。但他进宗门第一件事是去找女儿。是他父亲亲手递上的。你爹说什么了？没什么大道理，拍了拍我的肩，
说我做得对。哦，就这？够了。不灭霸体第2重，助随淬穴，大成了。百里之外的灵脉脉搏都能感觉到。上古剑诀跟自创阵法剑术融合了，攻防切换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都不止。给你，这次不丑了吧？比上次好一点。你说好了，你说好了对吧？上次你说的是能用，这次是好，这次是好，进步了吧？进步了吧？清寒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？什么以后？就以后的路，一个人走还是？谁说我一个人？血灵讯，秘境中逃脱的那缕灰色灵光，已经与外部的幽冥道势力合路，大乱将至。幽冥道的力量在渗透整个修仙界，普通修士看不到，但我看得到。看来宗门的事只是个开头，外面的仗更大。一起。一起。传讯符发出去了，3天期限，3天没回音，我跟清寒先动。急也没用。我没急。你把灵草嚼碎了。老周，秘境里被我从阵法陷阱里扛出来那个。散修，小修门外外门弟子，灵根平庸的杂役出身，没有一个名天骄，没有一个金丹大圣，但他们来了。到了，全拉来了。老夫人老了，打不动了，但眼睛还没瞎。这张图你拿好，比你那双金眼子好使。300人，没人逼，没人利用，没人下令。寒碜了点儿。寒碜怎么了？他们自己来的。300散修，苏晨这是在过家家。一群筑基期的杂鱼，拢共加起来，怕是打不过咱们一个执事长老。让他折腾，幽冥道真正的主力一到，这所谓的联盟一触即溃。到时候大宗门出手收拾残局，功劳是我们的，笑话是他的。传话出去，就说太虚宗对苏晨的义举深表敬佩。行，敬佩就敬佩，他韩玄操敬佩我，我还受之有愧呢。清寒，你说的那个灵脉节点联防的方案，能不能先从弄那些最近被围的宗门开始？每一个标注我都看得懂，但把这些碎片拼成一个完整体系，我做不到。打拳厉害不代表打仗也厉害。这个清风宗小中型宗门，3天前灵脉被破坏，昨天开始被幽冥道修士围困，离我们最近，半天路程。先遣队我带，你留下布防。我去。防线的事我已经交代给谢灵运了，他比你以为的能干。前线需要剑师。
我以前说过你一些话，不好听的，但你在前头挡着，我在后面看着，说不过去。行，去找谢姑娘报道，第7小队缺人。叫苏队长。苏队长。金丹初期1个，剩下的筑基。跟上。什么？嘲讽苏兄的那些人还在喝茶呢，人已经在救命了。你确定这是你的根基功法？传出去？传出去怎么？藏着掖着不是我的风格。他们强了，大家一起扛；他们弱了，扛的人就少一个。算术题。苏晨的拳手前面所有人，林姑娘的剑手苏晨的后背，我看一次哭一次。你哭什么？感动的，你管我？我苏晨出身最低，修为被叫过废体，在宗门里扫过地，擦过靴子。但我今天站在这儿，不是因为我多能打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那些被你们保护过的人，那些跟你们一样被欺负过的人，就没人管了。我不管什么正道大派，不管什么名门天骄，天塌了我们就去顶，顶得住顶，顶不住也顶。这就是我们的道。前方斥候传回的消息，幽冥道主力完成集结，数量超过预估的3倍，领头的不是普通长老。你说过，一起。战鼓声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重。